歼20所配装的国产发动机应该是相当成熟可靠的，而且技术性能方面应该说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目前开始大批量生产的歼20会不会比前几个批次的歼20在综合性能方面更为先进、更为可靠呢？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12月10日，成飞集团公众号成飞融媒发布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交付战场，战鹰轰鸣”。这篇文章称第4季度该公司的整机交付任务非常艰巨，在交付工作中，交付中心迅速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针对多支接装用户、多架待接装飞机，全线评估资源，倒排计划，同时成立了5个1对1接装团队，首次在接装现场推行班前会模式，确保日计划的高效实施。这件事本身呢，可能并不算什么很大的新闻，因为歼20未来大量装备部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但是呢，网友就此呢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却是他们现在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歼20战机在此之前为什么不快速的大批量的生产和列装部队？我们知道歼20的发展呢，其实是分为几个阶段的。这几个阶段，它的机载设备、动力系统等等呢，可能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动力装置，歼20早期的生产型主要配装的是进口发动机。那么，如果动力系统依赖国外进口，那么它的生产量就不可能会很大，何况后续我们还有国产的发动机呢，处于研发阶段。如果你大批量的生产了以国外发动机为动力的机型，那么今后改装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我们早晚会用国产的发动机取代进口的发动机。那么到后期是吧，中修或者大修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国产发动机替换掉这些进口的动力装置。那么这其中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发动机的尺寸、连接方式可能跟国产发动机有一些差别，那么换装起来就有点麻烦。因此呢，在早期的歼20只进行小批量的生产，而不进入中等规模或大规模的生产阶段，是有道理的。那么现在歼20已经进入到了大批量生产的阶段，那么显然发动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就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出一个现实，也就是国产的涡扇10系列发动机目前已经成熟。我们知道涡扇10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具有第3代水平的先进涡扇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目前逐步的已经开始列装歼10系列以及歼11系列。那么装备的数量越多，暴露的问题也就会越多，有助于它的快速成熟，最终让它更加成熟可靠。同时呢，在一些相应的性能方面呢，也有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比如说推动比最大推力等等，通过不断的改进改型，把这些技术性能呢做相应的提升，那么就为后续的一些战机列装这款成熟可靠的发动机呢打下了基础。因此，从现在的情况看，歼20所配装的国产发动机应该是相当成熟可靠的，而且技术性能方面应该说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目前开始大批量生产的歼20会不会比前几个批次的歼20在综合性能方面更为先进、更为可靠呢？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一款新机试飞成功，开始列装部队之后，它的改进改型的工作就开始了。它会根据先期使用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对整个飞机的系统甚至外形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进。那么新一批次的歼20，它会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更加成熟可靠和更加先进呢？一个动力系统的换装，可以这么讲吧，歼20的每一个批次应该说在技术上以及可靠性上都会前进一步。那么这个新闻所透露出的一个新的信息，
就是我们国产的涡扇10系列发动机开始大批量的列装。G20空军的战斗力是由2个方面组成的，那就是数量和质量。如果光有质量没有数量，是很难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的。当然，如果质量不行，光靠数量也是不能形成强大作战能力的。那么现在可以说，我们既有了数量，也有了质量。重型隐身战斗机，它的装备数量越来越多，这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民空军以及后续的海军航空兵的攻防作战能力，为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特别是保卫我们领空领海的安全，维护我们海洋权益，应该说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